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了19个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扶贫资金的使用报告。这个报告呢，让很多人吃了一惊，因为这19个县里边有11个县出现了贪污侵占扶贫资金的现象，有10多个县出现了违规支取扶贫资金。更为严重的是呢，这19个县里边有17个县总共骗领国家扶贫资金达到总额2150万元。由此看来我们很长时间以来耳熟能详的国家级贫困县，这里边水分可真不少。很长时间以来呢，我们可能从媒体上会经常听到国家级贫困县扶贫重点开发县这样的称呼。那么对于贫困县的这种帮扶体现了我们国家尤其中央政府对于基层贫困人口的这种帮助，这既是人道主义层面的，又是政府的重要责任。那么在这个帮扶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中国幅员广阔，有的时候对贫困县这个甄别，包括贫困县的发展趋势这个判断上，就有可能出现一定的问题。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骗取扶贫资金总额达到了2150万元。那么这些扶贫重点开发县是用什么样办法骗的呢？其实主要就2条，一个是这个冒领，一个是虚报。冒领是什么呢？比方有些个贫困县，他把这个已经去世了的那些无保户，或者是这个最低保障的人口呢，他给统计过来，还当成活人向上级领这笔资金，这为冒领，其实就和吃空饷差不了太多。还有的虚报呢，就是我是明明没有那么大范围的需要扶贫的人口，没有那么多项目，我虚报这些项目往上骗上头给你的财政资金。其实这些还仅仅是审计署报告上账面的事儿，如果你要深入到贫困县，你去看一看，可能很多问题你就会发现，有的地方它的县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脱贫的程度，但是他不愿意摘着帽子，还想继续从国家那占便宜领钱。你比方说黑龙江省海伦市就曾经为了达到标准，把全县人均这个纯收入由原来的这个6695元硬给调到1300块钱以下，来符合贫困县这个杠。还有的是呢，为了能够做出成绩呢，根本不管贫困县的财政实力。你像内蒙古呼和浩特下边有个清水河县，清水河县呢要投资61个亿建一个新城，那么这个清水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3000万，你搁什么投资61个亿那么这些是怎么来的呢？那咱们得把贫困县的产生和这些年来的发展政策调整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贫困县最开始的叫法就叫国家级贫困县，它是从1986年开始有的，分成这么几个阶段。1986年到1994年这个阶段呢，当时确定了国家级贫困县是273个。这273个国家级贫困县是按照人均年收入做标准，凡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50块钱的，这是指1985年因为86年开始有了贫困县嘛，1985年只要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50块钱的县，就算国家级贫困县。那么少数民族地区呢，是人均年收入200块钱以下，这个杠有所放松。那么对于一些革命老区，放松到人均年收入300块钱以下，就可以列入国家贫困县。你比方说那时候延安，那时候山东临沂下边有好多县城，就是因为这个标准进入到国家级贫困县的。那么这个呢是1986年到1994年，到了1994年呢，贫困县的范围扩大了。当时国家提出呢叫87扶贫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全国8000万的贫困人口要在7年以内解决温饱问题，这叫87计划。当时重新定了个杠，就是1992年全国这些各个县人均年收入低于400块钱的都列入到贫困县。这样的话，贫困县的数量呢由273个提升到了592个，这是当时贫困县的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
到了再往后延，这是1994年到2001年这7年间，贫困线是这么定的。到了2001年以后呢，国家有所调整，就是东部地区啊，基本上就是没有多少贫困县了。这样呢，就把东部地区贫困县名额都给了西部地区。但是总的数额592个贫困县，这是不改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贫困县的这个相应的额度呢有所调整。你比方说这个人均年收入由400块钱的杠呢调整到1300块钱，就人均年收入低于1300块钱的这些都算贫困县。那么在94年时候就有一个政策，人均年收入你要高过700块钱，当时在这往上就都算脱贫了。那么到了2001年，我们也知道这个线呢达到了1300块钱，1300块钱以下算贫困县，1300块钱以上就不算贫困县。那么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呢，调整到1500块钱这个杠。后来又到了2011年的时候又有调整，就是不再局限于592个县城这个具体名额了，国家确立了14个连片的重点贫困区，而且这个时候整个称呼有了变化，就是原来的思路呢，在2001年之前呢，思路是就叫贫困县帮扶，后来变成了以开发的名义进行帮扶，所以就不叫国家级贫困县，叫改成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变成了扶贫开发。然后到2012年呢，这个指标又有所调整，不再是1300块钱了，调整到了23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说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2300块钱以下都列入到贫困县当中。那么本来呢，我们看呢，这个贫困县呢确立了之后，国家给帮扶，这是件好事儿。可是贫困县的名额出现了很多县城争，而且脱贫之后他不愿意摘了，就都想戴上贫困县的帽子，但不愿意摘帽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首先咱们得说，要没好处大家不会争的。贫困县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一个，咱们看贫困县将会获得国家财政资金的资助，其中主要是3块，一块呢是国家扶贫资金，一块是以工代赈资金，还有一块是贴息贷款。前2个呢是无偿提供的，白给你往下拨的，用于你呢进行县里头的民生设施的建设呀，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呀，等等等等。保障性资金的发放啊，用来干这个。那么贴息贷款呢是有偿的，只不过这个贷款给你之后呢，可能利息很低，或者就不要利息。给的是什么呢？你县里要搞一些直接有经济收入的产业，我给你用来帮扶你做启动。所以这3个资金，这对于县里的发展太重要了。有的县里都开不开支啊，公务员也开不开支，所以这时候有这几项资金下来，就能解决财政的缺口。你想想，我要是县委书记，我这下边这些人开不出支，我得多着急啊！一有这扶贫资金了，我这问题解决了。另外还有一点呢，是你是国家级贫困县，那相应的教育啊、医疗啊各个方面的政策，你都享受国家优惠，这块优惠也非常大。另外，只要是国家级贫困县，就有一个部委跟你对接，就进行扶贫对接。那有这么强大的后盾，咱这经济发展不就有盼望了吗？所以它的好处各个方面来讲是非常大的，这才出现了征贫困县。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符合标准的硬降低标准来达到贫困县的程度。有的地方弄虚作假，报假账，还有的地方呢，上级领导下来一视察呢，总到一家去，一看这家里人穿的那破衣服也确实可怜，屋子破的都不像样。后来有就发现，怎么好几回来都上他家呢？发现这家人早就脱贫了，人家都搬到楼房里住了，但是这房子政府不让他拆，就是一旦要上级来检查了，你赶紧把以前破衣服穿回来，回到这破屋子待着。这样的事在基层是时有发生的，甚至有的地方打出的标语都可笑。在全县人民的集体努力下，我们终于当上了国家级贫困县。你听着可乐吧？可这是实情。因为是国家级贫困县，上头财政有诸多的优惠，你这么大一块便宜咱没占着。所以说贫困县帽子得使劲争，而且摘的时候都不愿意摘，
你看鄂尔多斯8个市县，还都是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他为什么不愿意摘这帽子呢？他不这个地方已经富到这种程度了，他不见得就在乎国家给拨这点钱。更主要的是呢，贫困县受到的重视程度高，贫困县的底子比较薄，一旦在贫困县上做出点政绩，就比方说原先这个财政基础假如是10块钱，你一下给提高到20块钱，这等于涨多少？涨了100%。假如你原先2万块钱，你使个大劲提高到25000块钱，你也才涨25%。可是绝对额度那个涨10块钱，这个涨多少？涨了5000，那更费劲。所以往往底儿薄的地方，你做出点成绩，尤其是贫困县，大家瞩目啊，稍做出点成绩，那就不得了。所以这一点造成什么现象呢？越是贫困县，越容易出现政绩工程。这些年这种情况也被媒体曝光了不少，咱们不妨一起看看相关类似的一些典型事例。我相信看了这个短片呢，可能有一些基层工作经验和生活体验的观众朋友啊，会对这种现象感觉到似曾相识。也确实是，国家的扶贫资金呢，本来是用于真正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可是刚才这种现象呢，我们看着感到非常痛心和可惜。那么由此也看出呢，目前我们有关于扶贫重点开发县呢这个工作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问题以外呢，有关国家这个扶贫资金，它具体到贫困县的使用问题上也出现了一性的问题。可是到了地方出现了2种现象，一种呢是挤占挪用，一种是贪污侵占。你像挤占挪用是什么概念呢？就本来这笔扶贫资金下来它是有方向的，比方说这块贫困人口怎么扶持他们搞这个第3产业，这块是怎么解决这个社会低保障的问题。可是这个资金下来之后呢，有些地方为了能够实现有些政绩工程，把这钱挪别的地方了。比方说该发给这个社保用户的这块干嘛了呢？用来修道了。这路倒是修好了，可是这个欠账欠成了，时间一长了甚至都不管了，或者有的把这个钱呢直接挪到其他方面就给用没了，有的甚至呢直接县里头的招待经费就从这里头出了，结果造成了扶贫资金这块一笔糊涂账。所以这次审计署审查的过程当中才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你看我们都知道各个县里边贫困县都有扶贫办，这个扶贫办的管理上啊，有很多县里非常不规范。有的时候怎么扶贫，扶贫的项目怎么定，我们定什么你就是什么了。有一个处在平原地区的县，硬说这县里边有条河过能修水电站，那落差上下10米都不到，你修什么水电站呢？就用这个套取国家的扶贫资金，使国家的财产蒙受了损失。所以现在呢，就是有关扶贫办这一块的项目管理问题，这资金下来了都用到什么项目上了，这个项目可行性论证是什么样，这个资金上哪儿去了，效率如何，后果怎么样，而且要动态的观察，今年什么样，明年什么样，后年什么样，起码得一直到一届领导的任期以内，咱们要有一个动态考量，包括这任领导卸任之后，这个效果还是不是那么明显，是不是当时盲目上马的东西。也就是说，相关扶贫的资金它整体的使用状况要公开透明，以这个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这个正如我们对慈善这方面的要求一样，说你这红十字会也好啊，或者其他的协会也好，你这个慈善资金怎么使用必须向全社会公开，因为我们有理由知道我们县的爱心到底落到哪儿去了。那同样扶贫资金也是如此，我们得知道花出的钱最后有没有贫困人口切实的得到了这个实惠呢？所以我说要解决这个挤占挪用和贪污侵占的问题，必须加大对扶贫资金的这种监督力度，要设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那么这些问题怎么改观呢？我个人觉得首先当务之急一定要确立一个非常细密的可量化的关于贫困县的一个评估体系，就说他什么情况下他算贫困，我们用哪些指标考量他的贫困程度，而且这个指标要动态的考量，不能是开始给他定了这么长时间就不考量了。有很多的县由于突然间发现能源了，比方说煤炭了石油了，他迅速就致富了，
那么如果你这条规矩不改的话，还按照原先那种方式考察啊，他原来的那个基础什么样，那可能他永远也不愿意摘贫困县的帽子。这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有的县城居然既是全国贫困县，又是什么全国百强县，你这不成了滑天下之大稽了吗？所以当务之急要建立一个可量化的动态考察的关于贫困县的评估体系。再一个，第二点我认为特别重要，就是对贫困县这种帮扶，原来的扶贫资金啊，以工代赈和贴息贷款，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偏颇。就是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是完全输血，它不存在造血问题，就是你穷我就给你钱。可是这样长期以来，有的贫困县对这钱产生依赖了，反正有这钱下来，他也不思进取了。咱们经常说人穷志不穷，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人穷志也穷，他根本不想着怎么去脱贫努力了，反而对这个东西依赖了。所以当务之急呢，怎么样用输血让他能够造血？也就是说，我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不如给他个渔网让他打鱼。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不能光是给资金，应该配合着既给他机会又给他政策。有的时候贫困县可能呢限于自己这个县里边综合人口的素质，他的视野以及外在的这种人脉资源不够，那么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国家扶贫的项目啊，给他们主动的引荐一些好的东西，帮助他们实现招商引资啊，或者说是体制改革各个方面的一些和发展有关的。我既给他一定优惠政策，同时也给他资金，同时也给他介绍机会，三管齐下呢，有可能就解决了这个地方脱贫致富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呢，一个是转变原来的思路，再一个是建立评估体系，否则造成呢国家扶贫资金呢，它整个的投放不够精准，出现错位，这也是财政的巨大浪费，也不是纳税人愿意看到的现象。所以我说，当务之急，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的相应的这些评估体系，以及评估的方式，以及扶贫资金和政策配给的方式，都应该有大幅度的改变，否则财政大量的资金有可能在浪费到这种无效率的消耗当中。孔子说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董仲舒说呢，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道，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这两位说的意思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爆发。所以如何让富人不骄，穷人不忧，这是历代帝王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么中国古代呢，通过打压商人的社会地位来让富人不骄。那么如何让穷人不忧呢？其实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这个扶贫乃至精准扶贫，这真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在很多人眼里边呢，舍得钱和物，扶贫没难度。可事实并不是如此。就时至我们今日，就国家提倡的精准扶贫，钱和物投入了不少，但是在有的地方呢，效果依然不是很明显。很多地方出现了呢，越扶越贫，越扶越懒。那方法用不对呢，还会帮人帮出仇，适得其反。那么古人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智慧来破解这个精准扶贫的难题呢？说到古代扶贫呢，咱们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就是舍粥。电视剧里常演嘛，灾荒之年，有钱的大户人家和官府呢，都会搭粥棚，免费舍粥。说为什么舍粥不舍饭呢？说你给饭不更好吗？说吃饱了这人就懒了，就不想干活了。喝点粥呢，饿不死，还有点力气干活，能更好的呢进行生产自救。所以这的确是最简单、最受欢迎的一种慈善行为，它也是历代传承下来呢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不过呢，所谓的扶贫乃至精准扶贫，可不仅限于让他们吃上2碗稀粥。在宋代以前呢，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什么样的人被认定是贫困人口呢？你看咱们现在统计贫困户，它是有硬性指标的。你比如说要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05元的家庭人口就是贫困户。那么古人是如何界定贫困人口呢？4个字，叫鳏寡孤独。提出这一说法的呢，是战国时期鲁国邹邑人，名叫孟轲，就咱们熟悉的孟子，孟老夫子。他是孔子第4代弟子。这孟子呢，他跟孔子一样，他也周游列国，劝说各个国家走王道之路。但是孟子跟孔子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理论。
这在那个战国时代显得很超前。在他54岁那年呢，他第2次到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宣王。齐宣王有个很有名的丑妻叫钟无艳，有事钟无艳，无事晏迎春嘛，就说这个他要有事啊，就想起自己这个丑媳妇来了。这钟无艳呢也帮助他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一天呢，齐宣王呢就把孟子叫来了，说这我问你一件事，说我这些大臣建议我把明堂给拆了，你说我到底拆不拆？我问我媳妇钟无艳，钟无艳也拿不定主意。这明堂是什么呢？明堂在泰山之下，是当年周天子东巡狩猎的时候朝见诸侯的地方。孟子就回答说：“大王不能拆呀，这明堂是周天子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您要想施行王政，就不要拆。”齐王一听，呀呵，拆个明堂还跟王政扯一起了？那你跟我说周天子都施行什么王政了？孟子就教育他，给他列举，说在周文王时期啊，第一个农业税低，对农民的税率是9分抽1，就他收成要是9的话呢，抽取1/9。其次呢，当官的人是世代承袭的俸禄。第三呢，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第四呢，不禁止胡搏猎鱼。第五呢，处罚罪犯不连累妻子儿女。第六呢，这关键了，老而无妻谓之寡，老而无妻谓之官，老而无夫谓之寡，老而无子谓之独，幼而无父谓之孤。此4者，天下之贫民而无告者呀。就说官夫、寡妇、孤儿、独老，这4种人是天下穷苦无靠的人。周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最先考虑他们。齐宣王一听说这个有意思，所以你看鳏寡孤独就这么来的。大伙记住，什么是官呢？老而无妻是官。什么是寡？老而无夫是寡。什么是孤？幼而无父是孤。什么是独？老而无子是独。这4个字到西汉的时候又加上2个字，废疾。顾名思义，就肢体有残疾的还是有常年有疾病的。所以鳏寡孤独废疾，这是古人对贫民的定义，就贫困人口，鳏寡孤独废疾。这个不只是单纯经济上的没钱，还通过这6个字呢，深层的探究没钱的原因，是因病致贫呢，还是无依无靠。所以这个鳏寡孤独废疾确定下之后呢，后边呢就效仿他来。南北朝时期呢，慈善活动比较踊跃。南朝齐的皇太子萧长茂跟2弟萧子良一起呢，创办了6级馆，来养这些贫民。6级就是鳏寡孤独废疾。国家设立专门机构，集中救助这6类人，这是个先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个官办的慈善机构。从这之后呢，各朝各代不断建立专门的慈善机构，救助这些贫困的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完善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的这种照顾。所以这是古代呢官方的精准扶贫的一些固定举措。那么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呢，主要是由朝廷来进行，但是很快这些问题出现了，就是你一味的养贫民，非但没有让这些贫民变富呢，反而越来越懒了。你别说古代了，就现代人这认识，现代的扶贫当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觉得反正苦日子过惯了，要饭当3年，给皇上我都不换，只要你给我一口吃的，我饿不死就行，我根本没有自力更生的志向。这个问题今天扶贫当中是个伤脑筋问题，那古人也为这问题伤脑筋，说你靠接济过日子，到哪一年是个头啊？怎么能从被动输学改成主动造学呢？如何改成授之以鱼变成授之以渔呢？所以古人首先研究以工代赈是良方，就是让你来打工挣钱，来代替这种单向输血的赈灾，这叫以工代赈。比较典型的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就对这以工代赈呢很有这个创建。他在担任杭州刺史的时候呢，你现在杭州有个白堤吗？那就白居易当时修的吗？就到了杭州呢，白居易就发现这个地方经常有灾害，水灾多，旱灾也多，就出现很多贫民。一调查他发现呢，惹祸的就钱塘湖其实钱塘湖就是今天的西湖。杭州这地方呢，春天多雨，秋天干旱。钱塘湖多年没有疏通，干旱的时候呢，湖水浅，没法灌溉农田，湖边的幼苗全都干旱死了。而雨季的时候，湖水上升，湖边的幼苗又给淹死了。这当地农民靠天吃饭，庄稼连年无收，难怪得出现这么多的贫民。所以把这个缘由调查清楚之后呢，白居易就宣布我要兴修农田水利。
并且从这个登记造册的贫民当中啊，优先招录7000名民夫，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以工代赈，就既扶贫也解决用工问题了。这消息传出来啊，老百姓连连称赞，觉得好办法。可这么好的政策呢，刚准备实施，就有一堆官员来阻止。什么理由呢？千奇百怪。有的官员说：“刺史大人呐，您不了解我们这风俗啊，修水利那是要动风水的，动风水就不利于钱塘县官员的仕途啊，当地官员上不去，我看也得影响你仕途。”有的官员奏报呢，修水利啊就会破坏湖底茭白的生长，那茭白产量高，当地人得吃啊。还有人说这钱塘水要被抽干了，城里有6口水井，都指着这湖呢，湖水排干了，井水就没了，老百姓不得被渴死吗？所以这说什么的都有。就说这个兴修水利啊，在当地官员里啊激起不小的波浪，阻力很大。但是白居易呢，没有被这些声音所左右，他怎么琢磨都觉得这句话不可信。你说湖底产茭白，这茭白能比大米重要吗？大米能顶饱，茭白能当饭吃吗？而且你说这风水还不及人民生活疾苦重要吗？你们就考虑自己当官的前途了。所以白居易怎么都不相信这些理由。暗中调查，他发现找着窍门了。怎么回事呢？钱塘湖里头有10几顷田，湖水浅了，田地就能露出来；湖水深了，田地就淹没了。所以这些地呢，不属于官府登记在册的地，也不用交税。所以主管官员呢，就和种田的这些田户互相勾结，偷偷把湖水排走，用这块私田得利。你把这湖水要兴修水利，把这都调查清楚了，他们这10几顷田呢，就曝光了。所以就动了这些利益了，所以难怪这些人横来竖挡的，不让这个搞这水利。调查清楚之后呢，白居易力排众议，灌田、打井、通槽，捎带手还把扶贫的事解决了。说3年之后呢，白居易卸任了，杭州老百姓纷纷拦着他马，双手捧着酒，依依不舍。白居易很是感动，还写了一首《别州民》。诗里边说：“税重多贫户，农机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就是我在杭州没别的功绩，我把这水利修好了呀，大伙儿凭这个呢，赶到灾年的时候多少能对付过去。所以你看，兴修了水利，雨季的时候及时蓄水，旱季的时候及时放水浇田。钱塘湖附近的1000多亩农田连年丰收，农民得到的实惠，贫困人口因此就减少了。所以你看，白居易这活干的是真好。到宋朝之后呢，民间的个人慈善活动开始出现了，这是中国古代慈善活动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那民间慈善活动呢，也特别注意以工代赈，这不光是一种办法，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让他自己干活去挣钱，他不仅仅是解决扶贫了，他个人的尊严找回来了。你说坐在那块伸着手向人要，这个滋味时间长了人就不要脸了。所以你真要是救人呢，不光是救贫，还要救他的尊严。你看这个例子就很典型。光绪3年的时候呢，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出现300年一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连草根树皮都没得吃了，尸横遍野。这个时候呢，山西榆次有一个茶叶商人老常家，拿出3万两白银，要在他村里修戏楼。这消息一传出来四围都骂他为富不仁，你有钱你不施粥不接济乡里，你用来盖戏楼，花天酒地，这不有钱给他烧的吗？但是呢，老常家坚持盖这戏楼。不管怎么说，盖戏楼呢，你得用工吧，用工你得管饭吧。年轻力壮就来讨一份工，干了几天呢，大伙发现老常家人这个举动不一般。就大伙没饭吃的，有的来了吧，没劲儿干活，哪怕你就搬了一块砖，你一天3顿饭也可以在工地上吃。这好事传出去，很快寺里边挨饿的这些乡亲们呢，都过来盖戏楼了。这旱灾持续了3年，老常家这戏楼就盖了3年，大伙这才明白，他哪是盖戏楼呢？对乡亲们来说，他们的每一口饭其实都是老常家给他们的，但是呢，却不是白给，让他们通过自己劳动换来的，吃着舒心，活干着也有劲儿，就让乡亲们有尊严的接受帮助。这是常家人呢建戏楼的初衷。所以你看，让人家有尊严的接受资助。你看，就说真正的扶贫绝不是吃饱饭就能解决的，让穷人无忧。扶贫最根本最难解决的，还得避免贫穷的代际传递。就你爹是穷人，你也穷人，你儿子也穷人，你孙子也穷人。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儿子会打洞。
说的可不仅仅是基因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呢，老百姓是按照职业划分的，种田的、打铁的、织布的，子承父业，你家里干啥你就得干啥，不允许横向转换。这就意味着你爷爷要穷的话呀，到你儿子那辈都得穷，所以祖祖辈辈看不到希望。你想这怎么可以呢？所以一直到隋文帝呢，创建了中国科举制度，为底层人群提供了阶层流动的路径，才让贫穷代际传递忧虑有了解决办法。当然呢，你科举呢，你有钱人家的可能比穷人家更容易出头，但是呢，穷人有了科举，毕竟有了向上的一个通道。这人呢，不怕说你这个就真穷，怕的是一点希望、一点盼头都见不着。你比方说这穷人说我这辈穷下辈穷，孙子那辈还穷，那算了，我们还扑腾啥呀？自暴自弃吧。但是你要通过科举，哪怕是道窄，你能看到一线光亮，说我儿子好好读书啊，将来我家就可能当官，就可能翻身。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全家会特别有奔头。你哪怕当爹的这辈子参加不了科举，我攒钱要给我儿子创造好的教育环境，他就有这种奋进动力，他就有可能由此脱贫。所以希望呢，它的前提避免贫穷代际传递，这样带来希望，这个家族才有希望，这个扶贫的问题才能够因此得到解决。你看北宋名臣范仲淹就其中一位。范仲淹他爸爸是个八品小官，他出生的时候呢，家里还算凑合，可他2岁那年呢，他爸爸因病过世了，他母亲没办法，带着2岁他呢贫苦无依，只能改嫁另外一家姓朱的。范仲淹就随着改姓朱，取名叫朱越。后来他母亲死了，他才改名叫范仲淹，认祖归宗，回到老范家。那么虽然是继子呢，但是他的继父呢，这姓朱这位对他很好，也是个读书人，在地方当个小官。范仲淹在继父教导下呢，从小就熟读诗文，很好学。看见家里其他兄弟不好好读书啊，他还呢劝人家。在他22岁那年呢，有一次劝兄弟们读书，有一个兄弟脱口而出：“我们花我们老朱的钱读书，跟你有啥关系？”这句话范仲淹就犯寻思了，怎么回事啊？难道我不是老朱家人吗？他带着心中疑问就问自个儿母亲，母亲才讲他身世，告诉他说：“你的先祖在唐代的时候啊，曾经当过宰相，你曾祖父、祖父、你父亲都在朝为官。”范仲淹得知自己身世，挺难过，就跟母亲告别了，前往应天府，就南京那边求学。那么求学期间呢，范仲淹坚决不用老朱的钱，但是囊中羞涩，只能解衣缩食。范仲淹就顿顿熬粥，粥熬好之后呢，外边天冷啊，放到外面，不一会儿呢凝固了，甚至结冰了，跟皮冻一样了。他用筷子把粥呢分成4块，每天早晨晚上呢各吃2块。这个在有个成语叫断脊划粥，就把这个咸菜条切成一段一段的，把这粥呢划成4块。那么断脊是别人的典故，划粥呢是来自范仲淹，比喻求学非常艰苦。所以等赶上天气好的时候呢，范仲淹就上山呢采野菜野蒜，回来切碎以后拌饭吃。4年之后呢，这范仲淹考上进士。就正是这段很贫苦的这个读书生活呀，让范仲淹做官之后呢，特别重视寒门学子的教育。他说我原来穷，我如果不是认认真真读书，我能出来吗？所以他多次提出不要只重视科举，更要重视兴学。就你科举固然重要，但是个端口，他的原来那块是在哪儿呢？是你得有学子认真学习。只有认真学习将来才能救世济民。可是怎么认真学习呢？你得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所以呢，范仲淹当时特别重视教育，不光是说这科举这种学历教育，他也重视专业技能的教学，像培养医药军事这些专业实用人才。所以范仲淹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61岁那年呢，范仲淹任杭州知府，也马上呢他面临着退休，所以就商量着呢要在苏州老家购置房产以备养老。等在苏州找到一块好的地段的时候，范仲淹又改主意了，因为风水先生跟他说你这地方风水好啊，如果在这地方安宅子，将来子孙兴旺，都能出达官显贵。范仲淹一听，马上把这地买下来了。完了，他把这地贡献出来，他没自个儿盖宅子，干嘛？盖学堂。他说这地方风水好，能出人才，我希望在这儿呢建个学堂，培养更多人才。后来这块地上果然人才辈出，明清时期乃至今日这块地都是用来建学院的，就现在的苏州中学就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这古人扶贫呢，他有各种各样的思路，整体跟今人的精准扶贫里边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就曾经有人疑问说，现在谁还能吃不上饭饿死，还搞什么精准扶贫呢？其实你纵观历史，你会发现个有意思现象，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啊，往往不是在天下大乱非常困难的时候，而经常出现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候。而且贫富差距越大，恰恰就让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所以你这时候要让穷人得以生存，而不至于天天呢上顿不接下顿，甚至对社会失去希望，这不仅仅是解决他们吃饱饭的问题，它也是社会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所以在这方面值得我们花很多力气琢磨它，思考它，然后最后呢能最终实现精准扶贫，实现天下呢没有真正的穷人。我想这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根本问题。